免签巴西闹得欢，移居大门快要关。巴西对中国护照免签，跟我们办移民有什么关系呢？好了，大家好，我是 J， 我是 KK。厄瓜多也曾经对中国护照免签，在1年多时间内有6万多人入境，却只有3万多人正常离境，最后只好把免签政策取消了。所以，当看到巴西免签，难道预测有什么事情要发生吗？今天就来深入研究免签巴西有什么真实影响，会不会影响移民的难度呢？还是巴西会成为下一个厄瓜多吗 ？Vamos。很多人看到巴西免签中国护照都很兴奋呢，好像是个大新闻，是不是代表巴西的大门将会越开越大呢？巴西这次送出的不是移民门票，更像是一张30天体验券。那免签入境更方便嘛，以后想办移民手续估计也更容易了吧？根据目前公布的资料，中国护照持有人从2026年5月11日开始，可以免签入境巴西最多30天，能多次出入境。重点来了，免签不能延期，更不是居留身份，这不是那种可以出入境刷新的制度。巴西已经设定总停留时间上限为30天。就是飞去阿根廷吃个牛排再飞回来，也不能重新续命，刷签证行不通，起码算是开了个机会窗口吧。其实对研究移居海外生活的人来说，免签只是降低了考察成本而已，能不能留下来还要看移民政策，也不要把免签跟护照含金量画上等号。那巴西政府为什么突然这样做呢？官方理由很简单，吸引游客，招商引资。不过政策推出的时间点刚好接近选举周期，也可以解读成为大选造势。更重要的问题是，这种免签政策如果被大量滥用，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会不会很多中国人过去买巴西货了？巴西发大财了呗？前2年有一个前车之鉴，就在巴西隔壁的厄瓜多。以前厄瓜多长期对中国护照免签，因为进入的门槛非常低，不少人就把厄瓜多当成进入拉丁美洲最方便的入口了。多点人来厄瓜多不是挺好的吗？问题在于，越来越多人把厄瓜多当成前往美国的中转站，就是俗称的走线起点。根据官方资料，2023年至2024年期间，有超过6万6千名中国人入境厄瓜多，但只有3万4千多人透过正常程序离境，差了3万人哎，去了哪里了？有些人可能办了居留权，有些人可能透过其他方式离境。这不代表那3万多人都是非法移民，但这数字不能忽视。最后，厄瓜多做了一个决定，恢复对中国护照的签证要求。除了巴西之外，最近新闻也在说，乌拉圭将对中国免签，哥伦比亚也对中国免签，好像南美洲的国家都在排队，为中国护照敞开大门的感觉耶。看完新闻标题就以为明天能飞了吗？麻烦不要只看标题，要看详细内容。这些消息其实都在说启动免签程序。麻烦翻译成大白话吧。从外交表态到正式落地，中间还有很多程序要走，可以理解为我们正在评估、协调、研究。但是过2年再回来看看，很可能还是在研究。原来是在画大饼哎。不要误会，宣布了就等于落实，这在拉丁美洲通常是2件不同的事情。还有，不要以为宣布之后明天就会开始动手哦，也不一定。看来这跟曼亚纳的文化很有关系。总之不是今天做吧，而且乌拉圭做事向来比较稳，也就是说程序很多，处理速度很慢呗。那么哥伦比亚呢？其实哥伦比亚本来就允许持有美国或申根签证的中国护照免签入境90天，全面开放旅游免签的消息是从去年就在讲了，而现在过去1年有多了。哈哈，说不定已经忘记了有这回事了。再来看看巴西的政策细则，这次的免签有效期到2026年12月31日，你猜之后会怎么样呢？原来才给半年多一点，是不是说之后不会续期呢？我觉得看情况吧，如果现任政府顺利连任，经济向好，那延长的几率会比较高，决定权是在巴西手上。毕竟这是人家巴西的内政嘛。
所以真正研究移居的人，不是一直盯着哪个国家今天免签，而是要观察其他更重要的事情。如果一个国家的外国人越来越多，当地人开始感受到压力之后，未来是继续开门，还是加装门锁呢？你觉得巴西的免签是好事还是坏事呢？把你的看法写在留言区，记得按赞订阅哦。听到这里有收获的话，欢迎用 YouTube 超级感谢功能请我们喝杯咖啡哦，请多多指教。如果真的有很多人利用巴西的免签来做一些当地人不太欢迎的事情，最可能先锁哪一道门呢？如果让我猜的话，第一个是出生权，就是孩子出生在巴西领土上就能直接取得巴西国籍的这件事情。那外国人去巴西生小孩就直接成为巴西人，跟免签有什么关系呢？巴西采用的是属地主义，孩子取得巴西国籍之后，父母也可以透过家庭团聚的政策，更容易的申请永久居留。所以从很多人的角度来看，这条路看起来比投资买房移民更简单。孩子出生就赢在起跑线，双国籍垂手可得呀。有关投资巴西的情况，可以看看我们之前的影片，连接放在下面。回到正题，现在免签大门打开了，相信就会有人研究怎么用最低成本拿国籍，怎么最快取得永久居留权哦。难道是预测生育旅游产业会快速增长吗？这种事情智利就刚刚发生过，智利的法律也是有类似保障。不管有没有合法居留身份，只要人在智利都能使用公立医院进行产检与分娩，然后申请智利国籍。那等于进去之后就能免费生小孩，还顺便拿个护照咯。自从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一些跨国中介推荐到智利的生子套餐，吸引了很多俄罗斯孕妇涌入，甚至还有一名俄罗斯议员的妻子也被爆出专程前往智利生孩子的案例，引起当地人强烈关注。看来领导们都是懂得如何遥遥领先呢。近年智利的公立医院已经发展到每5个新生儿里面就有1个来自外国家庭，在北部的边境地区更夸张了，外国孕妇的比例甚至高达60%，许多智利妈妈都只能挤在走廊等床位了。本地居民反而成了一小撮人，所以就要修法律吗？当这种情况出现之后，就不得不做点事情吧。2026年，智利官方重申了认定标准，持有旅游签或过境签的外国人父母在智利生育的子女会被归类为过境人士子女。也就是说，孩子在智利出生也不一定能取得智利国籍咯。基本上是这样了。智利没有修改宪法的出生权，但开始强调父母的合法居留权概念，然后稍微改变了行政机关的认定标准，结果就大有不同咯。如果有人真的利用制度去生小孩拿国籍，那也是各凭本事吧。我又不是去钻漏洞，照正常程序申请居留不就好了吗？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官僚体系管理事情的方式，通常不是研究每个人的人生故事了，而是做一个大体的分类。如果某个群体出现大量违规案例，最简单的处理方法就是文件多交一点，背景多查一点，审核多等一点。你觉得这样有没有影响呢？看来合法申请的人也将被拖下水咯。有这个可能，别忘了巴西有很大的免费公立医疗系统。如果未来出现大量以生育拿护照的外来人，媒体开始大肆报道，那么后面的剧本就不难猜了。真正影响移民的难度不一定是法律条文，往往是那个坐在办公室里负责审查的人哦。即使法律没变，也可以收紧哦。法律是门，行政是锁。很多国家并非排挤移民，只是担忧当地的资源被大量挤压吧。所以，对真正想移居的人来说，与其看今天有没有免签，更应该看重什么呢？我觉得有3个问题比免签更重要。第一个是这个国家的居留权会不会越来越难拿呢？
感觉现在全世界都有这种趋势，隔三差五就听到哪个国家要提高门槛，哪个又在修法，要怎么判断呢？可以观察行政成本，如果以前3个月就办完，现在要1年；以前交5份文件就好了，现在要多交5份，就知道风向变了。那结果可想而知，申请的等待时间会越来越长啊。还有要看判定标准有没有变化。举个例，就像那个收入要求吧，在宽松的时期，只要有钱进账，有银行记录都能算收入。但收紧的话，可能会追问每一笔钱的来源、性质是什么呢？那第二个问题呢？第二个要看目前当地人对外国人的态度有没有正在改变。很多移民政策的变化其实不是法律问题，而是跟情绪有关。当地人的情绪吗？要怎么判断呢？如果当地人觉得外国人能带来真正的利益，政府就敢开门；如果当地人觉得外国人在推高房价、挤占福利，那就要准备关门了。重点观察当地人在抱怨什么，有时候当地的媒体新闻标题会提早透露风声。第三个问题呢？要看长远一点，这个国家未来的政策方向到底想吸引什么人？外国人不都是外国人吗？有差吗？有些国家想要带钱的人，有些想要带技术的人，有些只想要来消费，不想要来抢饭碗的人，这就差很多嘞。难道外国人也分3、6、9等吗？很多人以为移民是自己再选一个国家，其实是那个国家用政策来挑选所需要的移民。这样看来，巴西的免签只是一个新闻，没什么特别。如果目标是去巴西玩30天，那当然是好消息了。但如果目标是未来长期居住，那要研究的东西就不一样了。一个看机票计算旅费，另一个要看居留权还有人生这笔账。所以巴西的免签会不会成为下一个厄瓜多吗？可能之后不会延期咯。那就要看未来这段时间会不会出现被大量滥用的负面影响。还有一件事可以确定，就是免签的有效期是到2026年12月31日为止。有兴趣移居巴西的朋友可以把握这个机会过去探探路，节省一笔签证费也不错吧。对于考察市场、了解生活环境、准备申请居留的人来说，免签本身是件好事啊。我认为在巴西最坏的情况不一定会发生，而厄瓜多的例子告诉我们，免签可以一夜开门，也可以一夜关门。如果能提前理解这些现象背后的底层逻辑，就能更清晰地做出选择咯。无论移民去哪里，都要做好功课哦。想了解更多移民资讯，来看看这支影片。记得按赞、订阅、分享给朋友，这样就不会错过最新影片。感谢你看到最后，我们下支影片再见，悄悄，拜拜。